现在是228假期连假的第一天，那我们就规划了这一趟要到花莲去的旅行。好一段时间没有过去了吧？那花莲现在应该灾情之后的重建，可能也慢慢复苏了吧？好吧，那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，阳光很大，那希望等一下交通顺利。这边是要转进国五的前面的那个大转弯。整条塞住了，终于到苏澳镇了。这边我们先停下来上个厕所，还有86公里要开啊，真的是漫漫长路。途经崇德，然后因为海边还蛮漂亮的，我们就路边一停，来这个海滩这边走一走，顺着这条小路可以往海滩前进，让我想到多年前我们去走阿朗伊古道的时候，走在海滩的那种环境。几年前曾经跟同事朋友来这个花莲附近的海滩来露营，那当时啊天气非常的热，晚上在海边的帐篷里真的是又潮湿又闷热，非常的不舒服。我现在只戴一顶帽子啊，估计脖子都要晒黑了。而且这边都没有任何的遮蔽物啊，尤其是往海滩那一边。想要来这边住个一阵子，露营也可以，生个火啊，带个笔电啊，7天6夜之类的。停好车走进来，这边才是厨房真正的建筑物，小华美厨房，又小又美。这个会让我想到故宫的那个东坡肉。这边有一份DN用心游部落，就是里面有一些插图啊，介绍一些部落的餐厅跟美食，所以我们就拿了一份。上餐了，这个是我的咸猪肉套餐，它有附汤这样子。距离上一次我们来花东这边也就2、3个月，那这段时间经历了我们照顾我们家那只狗狗，到最后送它最后一段旅程，时间感觉也过得非常快啊，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掉了，很无常的感觉。特别是在回到这个花莲来这边走一走的时候，这种对比啊，就又显得更加的强烈。哦，新城乡清洁队，那我不知道能不能开进去。这边一条小黑狗出来迎接我，好乖哦。结果我们在七星潭风景区这个附近绕了一下，在这么难停车的地方，最后让我找到一个停车位，运气真的不错。2024年的第一天，起了一个大早，然后开车到这边，跟着大家在这边等第一道日出。记得那个时候啊，黑灯瞎火的，而且人超级多的。没有等到日出，因为那时候是
阴雨天，非常的阴暗。对比于现在啊，整个环境的差别真的是很大。这是这2天要睡觉的地方。哦，车子比较多啊。然后呢，它的停车场是在附近保养的后方，就是要特别开过去。这是我们这个房间的一些摆设。听说他们是自己有在经营家具的这个生意，然后房内好像是他们的一些商品吧，告示牌有贴着它一些家具的这个贩售的价格，看起来都是高级的。这个床特别的高啊，估计离地面应该有70公分。来看看这个床有多高就好。房间内随附 UCC 直人咖啡以及 Twinings 的茶包。吊灯的位置显得比较低。我们家三峡开过来到这边，那由于中间又塞车啊，那走走停停，也好几个钟头过去了。到 check in 之后呢，有一种疲累的感觉。这种疲累啊，又带有一种以前出去玩的那种怀念的感觉。这个冷气是大金的，有大金就是给赞啊！我们刚刚在这个东大门夜市附近的停车场啊，绕了几圈都找不到停车位，人潮是越来越多啦，只好就稍微偏离一点方向，到这个刚刚草皮区的右后方那边去停了。然后走上来这边啊，这个 view 看起来有一点像是浅草雷门的那个前面的那个逛街的地方。空气好像有一点灰灰的，似乎这几天的空气品质不是很好。那么厉害呀！我很喜欢这个名字，那么厉害。晚上人潮就变这么多啦，恐怖啊！我们现在要去牵车了，然后一出门就可以看到远方就有这个大山呐。大山衬着背景，先去吃个早餐，然后这次的行程主要是往花莲的南部那个方向移动。今天应该会到瑞穗那边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早餐。右上方那是法式吐司厚片，右下方当然是萝卜糕啦。然后左下这边是我的控肉蛋饼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这个。这是鸡还是鸭？这是黄色小鸭，看起来好像状态不太好。然后它里面是包芝麻嘛，对不对？这家好像叫做国信爷早餐店。那这是一个贡丸汤，有点特别，然后也有点 local， 生意超级好。在往复兴糖厂的南下的这个路中啊，经过了一个叫做南平车站的一个地方。那觉得这边也是有一点比较质朴、比较这个乡下的气味啊，我就不管了，就绕过来看一看。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子，定了一些主要的点之后呢，中间遇到的一些惊喜啊，或者是好奇的点，都不要错过。车站的前方就是一排低矮的房舍，可以看得出来颇有这个历史的感觉。
觉来这种地方上班应该是颇爽的吧。然后我们过了桥之后，经过了这个一旁的马泰安公园啊，那往前这边是吉利潭游戏区，这边发现路边的狗狗还不少哎，盘踞地盘，各自为王啊！你看前面这一只，哎，老兄 ，Hello， 好啦，我们现在到了复兴这边的花莲糖厂啦，来吃个冰。天气还蛮热的，这边看到的是我们永怀领袖的雕像，感觉现在这种雕像啊是越来越少了，特别给他拍摄留念一下，灿烂的笑容。种类非常的多啊，我决定要选一个比较不常见的24号的木瓜风味，浓浓的台式风情呢。不过还好它有一些可以遮阳的这个屋顶啊，不然这天气一热起来，应该是会受不了。来，这是木瓜口味的冰淇淋，看官先吃，你们吃了我再吃。这是我从其他频道那边学来的，蛮废的。青蔬茶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决定给他一点机会试试看。好多很特别的产品啊，都想买来试试看。原来这个糖厂的地图这么大，这种旧旧的形象啊，反而有一种复古的味道。我们要离开这个花莲糖厂了，现在的人潮真的是非常的多啊，而且呢，日正当头。虽然我们看到上方有一层乌云啊，可是还是十分的炎热。我们现在就开车转进了这个大兴社区，等一下要去看一个瀑布遗址。那沿路啊都会有一些这个原住民的图腾。你看这个是2个人扛着一头山猪，别具风格。结果刚查询了一下资料啊，其实大兴的这个遗址啊，其实是在对岸那边。那我们现在这边也不方便走过去了，只能看一下好了。要往那边去。所以那个要先走上去，然后再到对岸去。对啊。哎啊，那个是在做什么的？那个用什么轮胎堆起来？那个是什么？就是哦，蓝沙坝。好了，那这边已经到了瑞穗牧场，我们已经把车子停好，走过来了。腹地感觉还蛮大的。瑞穗牧场位于武鹤台地之下，红叶溪与秀姑峦溪汇流处，占地40甲，水草肥美，油亮碧绿，孕育牛群，连续3年荣获全省酪农产销评比第1名。原先想的是先看到牛，想不到我们先看到的是鸵鸟。等等我去哦。来来。我本来想说只要简单的喝一下鲜奶就好，想不到还是点了这么一大坨的东西，有这个鲜奶，还有玉米浓汤，然后冰淇淋，然后乳酪、蛋糕，还有馒头。
味道非常的浓啊，很久没有喝过这种鲜奶了。那么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就要离开这里了。那对于有乳糖不耐症的我们呢，或者是其他朋友，也差不多要开始等着拉肚子了。虽然才来到第2天，有一点疲累的身心啊，已经让我们旅游刚开始的新鲜感已经有一些消退了。但千万不要忘记啊，不要因为习惯了这些大山大海，就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。要知道，我们回去面对的都是钢筋水泥啊。这边是复兴社区，开到这边呢，有一些稻田，开始下雨了。那远方那一群是白鹭鸶吗？这么安静的。这么守规矩的一整群啊，在那边休息。刚开车经过的时候，发现这一个和风的一家小餐厅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吃中餐，决定就进去试试看。它坐落在一个车流量这么大的一个路段。好，我们现在本来要回家的，但想说晚上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可能会先去商场里面逛一逛。但是呢，回家的沿途开始下了雨，飘了雨，但温度也凉爽了起来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 check out 了，现在在这个饭店配合的停车场，那我们要开去新城那边的一个冰果室。那么出发吧，今天还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回去的交通时间。苏花公路上面啊，一旁就是大山，还有面前笔直的道路，看起来真的非常舒服。我退休的地方就决定要选苏花公路了。我们马上会为您修理服务。路过这个变电箱，我觉得这变电箱素素的，没有什么其他的涂鸦，感觉还蛮好看的。
我们停车的地方旁边开了樱花。然后我们发现啊，这个新城天主堂就在我们刚用餐的这个附近的一个 block， 所以就绕过来看一下。这边算一算，我们已经过来第3次了，真的是蛮喜欢这个地方的，非常的清幽，非常的漂亮。但是这里毕竟还是就是一般人们信仰的地方啊，所以还是要稍微庄重一点。那这边看到的这只猫还是我们上一次有拍到的，可以去翻我第1次来这里的时候的那个影片，里面有比较多的画面。这只猫还是看起来一样非常的悠闲。好吧，那么这次就先到这里了。